SpaceX 正式的 IPO 了，這到底值不值得投資呢？這是買一張人類邁向火星的門票嗎？今天帶你快來看。嗨，大家好，我是智玉，今天跟大家聊聊是 SpaceX 已經正式 IPO 啦，股價一飛衝天吶！你參與了嗎？我們好像很難參與但是呢，過了不久，我們應該大家都會被迫參與了，因為呢，這 SpaceX 它的 IPO 之後，它的市值啊不斷的膨脹，它應該很快呢就會被納進 Nasdaq。那所以呢，你相關連結的一些 ETF 啊，或者是指數型的基金啊，都會雨露均沾，大家被動都得要買進哦。那如果買進的話呢，那就代表說，哇哦，那未來應該大家直接間接的都成為了 SpaceX 的小股東。好，那於是呢，今天就好好跟大家來聊聊，這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你到底是在買什麼呢？你是買一個夢，還是你是買一個人類偉大的夢想？好，那麼這個很特別啦，不一樣了哦。好，那我們就先來看看這個 IPO 的一個這個狀況了哦。IPO 呢，其實这一 IPO 不得了，當初呢，它一個掛牌價是每股135美元，但是呢，第一天它就漲了19%了哦。好，那當然呢，大家這個一窩蜂的，在 IPO 正式這個登場之前呢，你就看到大家說凍結了很多資金，大家都已經開始這個準備錢哦，這個賣股的賣股啊，賣 Tesla 的賣 Tesla，解定存的解定存啊，這個錢準備好了，我就是要參與 SpaceX 的 IPO。那當然呢，這個僧多粥少，對吧？高盛呢是這一次啊這個 IPO 主要的一個這個券商。好，那這個機構呢，它就擁有這個我要決定把我的股票賣給誰的一個這個主導權。好，那我要賣給你，不賣給你，不賣給你。所以呢，在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願意買，然後大家都去申請，但是最終 IPO 的那天，你才知道你有沒有資格買到。所以我們就帶您來看到了它的資格是這樣的：首先有一群人沒有資格，那就是中國人。為什麼？好，理由是呢，這 SpaceX 啊，它其實你也知道，它是美國國防部很重要的承包商嘛，所以呢，它就是一個國防承包商。哎呀，你講到國防這兩個字，哎呦，好敏感哦。所以呢，美國呢，他們還有一個條例叫《美國國際武器的一個貿易條例》。那中間呢，他們就說了，哎呀，這個中資如果擁有這一家公司的股權的話，哦，那影響到美國國防部的國家安全利益。所以呢，其實啊，早在前幾個月的時候，你看到美國的一些這個兩位啊，這個民主黨的參議員，他們還正式的提出了一個要求五角大廈你去調查一下 SpaceX 到底啊，它背後的股東當中有沒有中資在裡面。他們就很擔心說，哎呀，如果有中國資金啊潛伏在股東名冊當中的話，萬一以後他這個買到很多，他可以左右公司的話，不行因為這家公司它是要幫美國發射火箭啊，做一些這個什麼星鏈啊，對不對？這都是有國防軍事的一些考量的。不行，所以這一次啊，看到了 SpaceX 啊，它甚至啊，在這個招股的一個過程當中啊，它在募資過程當中，它連在提說明的時候，你是來自中國或者是香港的一些這個投資人，你想要上網去看看，我沒有要買，我就看一下，不行嗎？還不行，你上網去看，你 error， 它就是直接封鎖你的網址，你想要上它的官方網站，你都看不了。所以呢，這一次我們看到了這個 SpaceX 的 IPO， 它直接拒絕了來自中國跟來自香港的投資人，我就不給你買。那當然呢，如果這個正式 IPO 之後，你要怎麼想辦法在市場上這個想盡辦法買一點，那沒辦法，你小散戶。但是那種比較大型的機構法人，我就不給你買哦。好，那這是一個。然後呢，還有看到韓國也很瘋 SpaceX 啊，哇，他也集資了好多錢要買。到最後啊，這個 IPO 的那一天，他們才赫然發現，一股都沒有，0.5股都沒有，通通不給韓國人買。就說為什麼？韓國人不是人嗎？也就不給他們買，反正他們都沒有分配到。然後反倒是呢，日本有分配到，日本呢分配到了大約是22億美元。然後呢，台灣有一家公司很有意思哦，富邦人壽呢也分配到了大概675萬美元的一個這個股票哦。所以呢，你看到了，其實這整體來講哦，高盛有講了，高盛說，哎呀，我也不是什麼這個
這個好像這個歧視韓國人也沒有啊，就是因為大家都要搶啊，所以呢，他們最終的一個分配大概有85%分配給了美國的一些相關的股東，然後有10%分配給了歐洲，另外呢，剩下5%左右，那就這個分散給了一些其他啊，我們都知道是其他。好，所以呢，你就看到最後啊，就是幾家歡樂幾家愁，有分到股票當然很開心啊，但沒分到的就很悲傷。但韓國人你不要擔心，你就到市場去買吧，對不對？去市場買貴的，愛買多少買。好，那當然呢，有這麼一說，覺得說哇，那 SpaceX 好像吸了非常多的資金，那會不會呢讓其他的股票跌啊，或者是讓美股見頂啊，讓台股也見頂啊，然後好像錢都到那個地方去了，好像也不用擔這個心，因為我們來看看啊，其實史上有非常多這種大型的 IPO 案哦，當下大家都會說哇，這個把錢通通都這個吸過去，吸金怪獸。但是呢，你把時間拉長一點看，會發現不，這種超大的 IPO 案，它之所以會在此時此刻 IPO， 人家也是看過的，好吧，對吧？他看過，知道說現在市場上非常熱，現在市場上這個資金非常多，撐得起它這麼大的 IPO， 所以才會選在這個時候啊。不然你說我選在一個股災2008年的時候，我選在一個這個 COVID-19 的時候，市場上都沒有錢的時候，你在那個地方 IPO 誰理你啊？所以呢，根本別擔這個心。這個時候 IPO 就是因為這個時候的市場最好，有這麼多錢，所以呢，不僅僅是你看到了這 SpaceX 的 IPO， 哇，一飛沖天，你看到全部的一個全球市場也都被帶起來了，不是嗎？那我們再舉例，像當初阿里巴巴在 IPO 的時候，那個時候市場上也是都是這種氛圍，說，哎呀，錢都被他吸走啦，其他股票都分不到錢啦，哎呀，股市要跌啦，全部錢都給他就好，都給馬雲就好了。結果你回頭去看，你看阿里巴巴，它 IPO 了之後12個月哦，你看到上證還上漲了38%呢，所以你看到其實過去有非常多的例子哦，這種超大型的 IPO 案啊，之後呢，其實都是把全世界的股市往上帶，而不是呢把錢全部吸光，只有它獨厚它一家公司，不是的。所以呢，接下來還有很多 AI 公司，比如說 OpenAI 啊 Anthropic， 他們即將都要 IPO， 所以呢，大家一樣把你的心放回肚子裡去哦。現在的市場就是資金很多，大家對於 AI 那個夢還非常憧憬的時候，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擔這個心 ，OK？ 好，那當然講回來，我們就來講講到底 SpaceX 哦，你買它什麼？我們剛剛告訴大家說，你是買一個夢呢，還是買一個美夢？差在哪裡？好像差不多，對不對？你是買一個對這家公司呢，覺得這家公司非常棒，很有前景這樣的一個夢呢，還是你純粹就是做夢，白日夢，那不一樣的夢，對吧？好，那我們先來看看這家公司它到底它的營收獲利來源就很粗俗，我們這種俗人就是要看一下它的營收結構，對吧？好，首先，這是一家這個有 Starlink 的公司，星鏈，它打了很多低軌衛星嘛，那像現在有很多的一些戰爭啊，都靠它嘛，對吧？好，那再來一個。它就是會發射火箭哦，發射火箭，這個人類的太空夢，好，這是一塊。那這一塊呢，它就拿到了很多這個美國的國防部的訂單啊等等哦。好，那再來一個就是 AI， 這是一個 AI 的大夢哦 ，XAI 嘛，對吧？然後呢，所以呢，它有3個很重要的一個收入來源。那其中呢，我們帶您看它現成有收入的部分哦，在算力的部分就是一大塊了哦。在這個 XAI 這個部分哦，其實現在的這個 SpaceX它把它的算力出租給了這 Google， 出租給了 Anthropic。好，那出租的一個這個規模很大哦。比如說呢，他跟 Google 簽了一份合約，一個月呢，他就是把11萬張的輝達的 GPU 啊、CPU 這樣的一個算力呢，全部租給 Google。好，那租給 Google 呢，他一個月可以賺進9.2億美元。蠻多的齁 ，OK， 好，那這份合約簽了3年，所以呢，這是一份總價值高達300億美元的一個大單。好，那其實在這之前呢，這個 SpaceX 也把它的算力租給了 Anthropic。好，那租給這個 Anthropic 呢，一個月是租了12.5億美元。好，租了大概22萬張的這個 GPU 都是輝達的。好，那所以你就看起來哦，那所以呢，這 SpaceX 啊，它自己的這個 XAI， 它的閒置算力，它就把它出租了。所以它現在也變成了一個這個算力的一個這個平台，
算力的出租平台，他過去買了非常多輝達的一些這個 GPU， 那現在呢他自己用不上的閒置的算力他就出租，那的確也有人需要，所以呢你就看到現在這個算力荒，大家都在這個搶算力的同時，這就變成了他非常穩定的現金流，它就一直在這個收租金賺錢了哦。好，那除此之外呢，你看到了近來呢還有一個利多，就是美國政府很可能要入股這家公司啊，要入股 SpaceX。川普總統這樣講的，他說哇，這個 AI 不得了，這是人類的未來，這就是未來的趨勢。那他希望呢可以讓 AI 的紅利與全民共享，所以他希望由政府的一個力量來入股。然後呢，入股了之後呢，賺來的一些錢呢，他跟全民共享。好，他的美夢是這樣，他應該是嘗到甜頭啦。你看他之前入股 Intel， 然後呢，這個短期之內就翻倍嘛，所以他就覺得哇，原來入股公司是一條正確道路，所以他現在開始挑了幾家公司哦，都跟 AI 相關，比如說他找了 OpenAI， 找了 Anthropic， 然後呢找了這個 SpaceX， 然後找 Meta， 然後找 Google， 都希望跟他們談一談，看有沒有什麼樣的可能是讓美國政府直接入股哦，那未來可以共享這個 AI 發展的紅利。那當然他怎麼個入股法？那入股之後呢，會影響到這家公司的未來，對不對？你美國政府呢也不純然是好事嘛，對吧？那所以呢，就來看看他們怎麼談。但是呢，如果有美國政府當背後的靠山的話，那未來 SpaceX 不管是它的 AI 算力這一塊，亦或是它的一個國防承包的訂單，亦或是它的這個低軌衛星 Starlink 的部分，有沒有可能因為美國政府的入股，讓它的一個這個合約更穩當？讓它的一個營收更確定，這也是一個大家應該好好關注。好，那但是呢，再來就重點了，真的是美夢還是白日夢呢？現在大家都是大在問，大家都在問哦。有的人說我買這 SpaceX 哦，你都不要跟我談獲利，你不要跟我談營收，你也不要跟我談他股東有誰，我們就是買一個信仰，我就是信仰馬斯克，他就是人類的未來。你信他，你是信錯了嗎？人家說不定外星人，你那邊信人類，那邊信一個外星人，到最後你通被鏟平。好，沒有，這我亂講。好，那對我們回來就來講，到底哦，現在也有很多人質疑他。比如說呢，我們看到有非常多華爾街的一些這個比較這個過去哦，這個成功案例很多。比如說像大賣空的主角哦，然後呢他就說了，他說你們都被馬斯克騙了。他們說這個馬斯克就是用很多算力的假象在誆騙你，他就是一個最大的詐騙集團。然後他說他翻了這個 SpaceX 的招股書，然後去分析裡面的東西，然後告訴你說這一家公司，他說啊，他1兆美元的一個市值，他說根本就不值得。然後呢，他說根本就這個最後的算力，現在你會覺得算力很值錢，但是呢，你再給他一段時間，算力就會變成像我們現在用的網絡一樣，它就會商品化，它就會平價化，它變成人人用得起的東西的時候，它就不值錢。現在你網絡一個月多少錢？你這個199台幣的也有，399台幣的也有，對吧？那你現在算力當然很貴，很昂貴，那是因為現在才剛剛開始。等到最後，它就會變成很過剩，過剩了之後呢，它就會便宜，便宜了之後呢，這家公司還有這麼大的一個這個市值嗎？哎呀，那就不一定。所以呢，他覺得這是一個這個泡沫，有一天它就会破了。然後呢，他也講說，他說，哎呀，你現在你給他1兆美元的市值。他說啊，如果要他花1兆美元來買這家公司的話，他寧可從1算到1兆，這樣算好久。他說這樣算24萬年。他說呢，等他算完了，從1算到1兆，算完了之後，他才回頭再想，再考慮一次要不要買它。所以反正意思就是啊，他說這是不值得的一家公司。那類似這樣的一個說法非常多，比如說像是美國還有華爾街直接講，馬斯克就是那個人形的。這個人形非常具象化的龐氏騙局，他就是來騙你的錢的，好不好？那當然呢，你看到很多事情啊，都會有正反兩面，有非常信仰馬斯克的，也有非常不認同他的，那就看你怎麼想。好，但是呢，我們回過頭來要告訴大家的是哦，SpaceX 到底有沒有投資價值？我們剛剛已經告訴你了，不管你覺得它是美夢還是白日夢，但是最終如果你是一個指數投資的一個投資者的話，你最終你都會擁有它。
不管你喜不喜歡它，你都會擁有它，因為呢，它很快就要被納入這些指數投資的指數當中了哦。像 Nasdaq 從今年一個全新的規則就是哦，你只要 IPO 15天之後，你的市值夠大，你的市值呢是在這個前40大當中，15天你只要 IPO 之後，你就會被納進這樣的指數當中了，也就是呢 ，SpaceX 很快哦，你就給它15天，它很快就是 Nasdaq 成分股了，它很快呢也會變 S&P 的成分股了。那什麼意思呢？就是你去買這個美股相關的 ETF 呢，你就擁有它啦。這些被動的指數，它就會被迫去買進這樣的股票，那你就會變成它的小股東。所以呢，也就是說，它的買盤非常紮實啊。再給他15天的時間，他買盤就來了。好，買盤來了之後呢，大家就都是他的股東了，所以呢，都是他的股東，他的股價就被撐住了，對吧？所以呢，你這到底是一場美夢，還是馬斯克他有所計劃的財務遊戲呢？因為呢，馬斯克過去啊，你不能講他黑歷史，人家也是很聰明啦。你看他先是用他個人名義，他去買了 Twitter， 買了440億美元。那時候他還想說冤大頭，這個值得嗎？結果他轉手呢，就賣給了他自己的這個 XAI 呢又450億美元，買了這個 Twitter 來。好，那買了之後呢，XAI 也是馬斯克的啊。好，然後呢，買了之後呢 ，SpaceX 呢又併了 XAI。然後呢，這都是馬斯克自己公司啊，所以呢，市值多少不是他自己說了算嗎？所以我就說他值啊。我就拿我自己公司去買它，它值，對不对？然後我再用我自己公司再買這家公司，它值這麼多，然後它轉了好幾次都是400-500億、400-500億、800-900億的一個市值的話，你就被他洗腦說，哦，它就是值那麼高，它的市值就是那麼高。然後呢，它現在又放到市場上來，告訴你說，哎呀，我就是值這麼多，我現在值1兆美元哦。所以呢，這就是一個財務遊戲嘛，對吧？那現在反正就已經墊這麼高了，反正它都已經快要納入這個指數了，你現在再去質疑它，好像也沒什麼太大意義。我們就希望它好好做，不要泡沫，對不對？不然它泡沫的話，我們這種 ETF 的投資人不都一起慘了嗎？所以你希望它做得好，但如果它真的做得很好的話，哎呀，那另外一個問題就跑出來了。這家公司它就像是現代版的東印度公司。東印度公司是什麼？你趕快回去查歷史好嗎？就是一家。它不叫公司，它就是一個國家了哦。當年的東印度公司啊，哇，跟一個國家一樣的，比很多國家都要厲害的。那現在 SpaceX 呢？如果它真的可以做到馬斯克所說，帶人類上太空，帶人類到火星去殖民的話，那我們現在擁有它的股票，誒，那你很可能買到的是一張前往火星的一張門票。所以呢，到最後啊，這家公司呢，它會長成一個什麼樣的一個這個很神奇的樣貌，我們可以持續來觀察。但是呢，我們就先不講那麼遠了，我們先講近的。近的，它告訴你說，它的 AI 啊，它要直接上太空的，它要到太空去蓋這個太空資料中心，解決散熱的問題，解決能源的問題，因為就有無窮無盡的太陽能嘛。然後散熱呢，反正在這個外太空真空狀態底下，你這個散熱也很簡單解決。所以呢，他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啊，來解決現在我們正在發展 AI 過程當中所遇到的瓶頸。好，那當然呢，你就要看看它這個所謂的太空資料中心，它的一個進展如何了。那還有一個可以觀察的就是 SpaceX 啊，要不要把 Tesla 給併進來？這也是最近啊，華爾街討論的非常多的一個話題。併進來之後，哇，那不得了，這家公司的市值又要再度的開始往上膨脹了。好，那當然呢，這是一家跟人類未來非常有關係的一家公司，無論它是美夢還是白日夢啊，我們都當看故事一樣的來看它。那當然呢，希望它可以成功，對吧？那我們的人類就希望了，是吧？好，那所以呢，這是今天跟大家聊到的，這個是 SpaceX IPO 啊相關的一些話題來跟大家分享，希望你喜歡嘍。我們下回見，拜拜。